一路上布满尘埃，风雨过后谁还在？我们都在寂寞里取暖，对现实习惯无奈，却对感情为难。剩多少人能挣脱牵绊？我们都太孤单，不够勇敢，爱的茫然，爱的遗憾，幸福走散，还庆幸自己很强悍。我们都怕承担，不够勇敢，能不能肆无忌惮？爱不过一次地狱天堂。你穿成这样，怎么跟人家开战啊？肯定输给那个罗琳的。我从来没有走进战场，怎么跟人家开战？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已经认输了？你不是那么没有斗志的吧？不要让我小看你。我跟那个人没有正式开始，他跟洛琳才是真正的一对。姑姑，看着我的眼睛，看着我的眼睛。哎呦，什么？我要听真心话。你喜欢那个人吗？吃完面包，快点上学，不要迟到。哎，我还要讲完。马玲，早。元之，早。早。你今天衣服佩戴的很不错哦。啊，是吗？你也是啊。谢谢。昨天我跟郑爷谈过了，我真的没有要和你分手，我真的很爱你。我怎么忍心放手呢？若琳，我不想骗你说我对颜之没感觉。我是真的已经喜欢她了。可是当你告诉我这一切之后，我现在变得很混乱。我以前一直看不起那些用情不专的烂男人，我现在在做和他们同样的事情。不过就算是喜欢，也应该有程度上的分别吧。我们两个当中一定有一个是你比较喜欢的。若琳，给我点时间好吗？不要再逼我了。你对真也失望吗？我昨天听到他的答案的时候，心里很不好受。都是我的错。如果我当初没有这么任性离开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。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两个竟然会喜欢上同一个人，还为了他要选择谁而苦恼。我会努力让郑业多爱我一点，同时我也希望你努力，不要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把郑业让给我。我不需要这种礼让的。不要告诉我你要放弃，毕竟郑业还没有做出他的决定，这对你、对我、对郑业来说是不公平的。我这个人向来不善于争取的，我一直都觉得不属于我的，我再怎么强求也没用。哎，你想好没有啊？到底是用你的新船票还是旧船票上船？
我都跟你说了，把你的新船票给我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哎，你呢就好好爱护你的旧船票，怎么样？你做人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一厢情愿啊？说不定那张新船票宁愿自己跳进海里，也不想被你握在手里呢。哎呦，果然是最毒妇人心啊！这么损人不利己、两败俱伤的话，你都说得出来？最毒妇人心总好过你最色男人心。色字头上一把刀，我看你头上已经不知道插了多少把刀，小心掉下来搞到自己碎尸万段啊！哦，你放心，我是有功夫的，我早就练就一身金刚不坏之体。哦，如果真的这么厉害的话，就不会搞到老婆离开你，女儿不要你啦。好，要开始人身攻击是吗？好。你们两个如果想要互相攻击的话，可不可以换一个地方，让我稍微安静会儿？我才不想浪费时间在他身上。我的时间也很宝贵的。那宝贵的时间可以借我一下吗？哦，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对你不要说时间，就说宝贵的身体，你要借随时啊。我怕我借了没办法还。哎，走，有事吗？可以到你办公室谈一下吗？可以，请。你怎么会和若琳一起来的？因为你们说你在感情上优柔寡断，举棋不定。别说对不起了。对呀，我有事要跟你。我们把那个垃圾桶搬走吧。那个垃圾桶在那边，不只会影响交通，可能还会发生意外呢。可是我们3个人搬得动吗？会不会有危险？哎呀，我们小心一点就行了啦。好吧 ，OK 了。1、2、3。小狗哎，怎么办？当然是要把它救出来啊！老实说，小动物的生命也是生命，我们都要尊重的。对呀，它在里面很可怜，我们就把它救出来吧。它好像受伤了，要不要带它去看兽医？好啊。小狗小心！昨天半夜，全岛各区开始下雨，一直到今天早上都没有停歇的迹象。连绵不断的雨造成了今天早上全岛多个地区都出现积水的情况，也造成了交通阻塞。根据气象台报道，雨势将会持续多2天。言之，有突发新闻。马来西亚以及印尼多个地区也都遭受到暴风雨的袭击，许多较偏远的乡村也出现了走光的现象。刚刚收到了一则新闻，在新岩小学附近发生了一宗车祸，一名小学女生被车子撞倒，身受重伤，肇祸车子不顾而去，小女生已经被送去医院抢救。根
根据警方所提供的资料，3名小学女生因为担心被大雨吹倒在马路中央的垃圾桶会造成意外，于是想把垃圾桶搬走，途中却发生了意外。希望那名小女生可以平安无事。我们有进一步的消息，一定会马上报告。Okay, prepare for commercial.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。Hayden， 那场意外几时发生的1个小时前啊。我有事要先走了。研制，可是让严之先离开吧。好吧。谢谢。喂，晴子出了事，送我去医院。哦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可是丽芬她不会有事的啊。出来了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伤者的胰脏受到严重的撞击，导致破裂，医生正在抢救中。我不知道。吃一点吧。我不饿。那喝点个巧克力吧。你多少吃点吧。你如果不吃，你姑姑也不会有胃口的。你知道她血糖低，万一晕倒那就不好了。你也吃点吧。你要对医生有信心，丽芬一定没事的。对啊，你们是做好事，老天爷会保佑你们的。好吧。小妹妹，单凭你们3个小女孩的力量要搬动垃圾桶是很危险的事，你们为什么还要那么做？对不起啊，我们不接受访问的。大家都是同行，你也不希望我们交不了差吧？你们可不可以不要为难小孩子啊？对啊。他都已经吓成这个样子了，不要再问了啦。还是因为你们是同事，所以想要把独家留给自己人？喂，你说什么？我们只是想做好事，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的。那你们把垃圾桶推开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因为一只小狗而冲出马路？因为你为什么要叫我们去搬垃圾桶？你为什么要冲出马路去救那只小狗？是你害了丽芬啊！老婆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冷静一点。这件事情纯粹是个意外，不关晴子的事。如果不是因为他，这场意外根本就不会发生，都是你的错！你冷静一点，我们回去再说。这么是你害了你同学，你觉得是你的错吗？别拍了，不要拍了，走，别拍了。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，好好睡个觉。你醒来了，我们一起到医院去见丽芬。你先闭闭眼睛，睡吧。先喝点东西吧。谢谢你。要不我出去打包给你们2个吃？不了，我想亲自煮晚餐给晴子。对了，你可以通知公司我要拿几天的假吗？晴子现在很需要我。你还好吗？有什么事你就说出来嘛，我的耳朵容量很大的。有什么事你就说，我跟你一起分担。快接吧。没关系，别管他。啊，我看你先回去吧，我可以照顾自己的，真的。那好吧。
果有什么需要，一定要告诉我。那我走了。为了一只狗，结果害了朋友。要做好事，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嘛。是想利用这件事来催眠的，真是狗都不如。不知道却变成这样。晴子真的是很可怜哎，明明在做好事，结果却成了坏事。什么叫坏事？那叫不幸的意外。哟，你难得这么有良心啊！这叫什么话？我还有爱心、善心、恻隐之心啊！你忘了你还有花心。比你好啊，你只有不小心和粗心。看来以后做事要小心，别滥用你的同情心。其实晴子的本意是好的，只不过想得不够周到。可是他还这么小，只想到要帮人，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。哎呀，这个垃圾桶倒在马路上，又加上下雨，确实危险啊！啊！喂，你们过来看看，刚刚说那位民众寄来的录像影片，好像是跟车祸发生的经过有关的。哦，快播来看看。这些人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看到人家被撞了，还袖手旁观哦。别，你不要看哦。看来这世上有很多很不善良的人。不过你放心，你出事之后，妈咪会保护你的。这世上啊，有男人、女人，好人、坏人，这些根本就不能算人。其实人心的冷漠才是真正的凶手。我有个提议，把这宗新闻当成一个专题。探讨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身边很多事情都非常冷漠，甚至有时候为了避免麻烦，选择袖手旁观。这是很好的主题啊！哎，大家分头寻找资料。好，若琳，你放手干，我们全组支持你。再让我看一遍。大家好，感谢大家锁定放大新闻眼。首先为大家继续追踪昨天下午小女生被撞的交通意外。小女生叫曾丽芬，昨天经过医生抢救后还没有度过危险期。医生表示，未来几天是关键时期。我们 Real TV 所有的员工都衷心的希望小女生能用顽强的意志力度过这次的难关。Real TV 今天下午收到了一位民众向本台提供了车祸发生时的录音。从画面上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，车祸发生过后，其实有几位路人和几辆车子经过，不过他们并没有停下来给予援助，他们都选择了袖手旁观。这些人冷血的表现才真正令人心寒。3名小女生因为担心倒在路上的垃圾桶会带来危险，所以坚持把垃圾桶搬走。他们的善良救了可怜的小狗，自己却发生了意外。当他们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，这些人却选择视而不见，见死不救。他们对世界的关怀和热情，反而给他们带来了伤害。反观那些冷漠的人，因为他们搬走的垃圾桶而安然无恙。你们说，这世界是不是很讽刺？
你在说什么？姑姑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对？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是你的错？他们都说是我的错。你不要管他们说什么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能怪自己，那只是一场意外，好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自己？进来吧，谢谢你来照顾晴子，我不放心留她一个人在家，我担心她会伤害自己。怎么跟我这么客气啊？我们都是好朋友。晴子呢？刚睡着了。放心吧，睡着了就不会胡思乱想了。反倒是你啊，看起来不是很好。昨天晚上睡不好。你也知道你自己的情况的，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，要不然病倒了，晴子怎么办呢？好了，我要赶去医院了。喂，放轻松，往好的方面去想，我相信这事情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的。张太太，晴子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的，她只是在做好事，我真的希望你能明白。明白什么？如果不是因为他，一帆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他的胰脏受伤了，以后的生活要怎么办？如果不是晴子，一帆会跑到马路上吗？可是，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晴子身上的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你很难受，晴子也很难受，她现在很自责的。他是应该自责的，这全都是他的错。张太太，够了够了，我不想听你说，也不想再见到你，请你马上离开。哎，言之，哎，你来看丽芬啊？他的情况怎么样了？还没有度过危险期，来采访了。我不妨碍你们了。你等我们一下吧，采访完了再聊。我去楼下等你们。曾太太，我们是 ViuTV 的记者，你介不介意接受我们的采访？我不想接受任何访问，你们走吧。哎，我们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。其实我们只是想要……啊，晴子她自残，怎么可能啊？她平时这么乐观勇敢，不像是会做出这种事的人呢。我也觉得很意外，看来这件事对她的打击太大了。哎，言之啊，我看你还是带晴子去看心理医生吧，这或许对她有所帮助呢。应该去看看她了。哎，言之，言之，啊！言之。行了，你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你的精神太紧绷，又加上没有好好休息才会晕倒的。哎呀，我没事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回去看晴子啊，我担心她啊。我帮你看着晴子，你在这里好好休息。医生没让你出院，你不许出院。家里的事情交给我，你帮我看她。喂，是晴子的。喂，哎呀，休息，乖 ，OK， 睡觉。晴怎么样了？你去看他吧，我跟他说了老半天，他都没什么反应。你跟他比较合得来，他也比较喜欢你，可能你说的他会听啊。他们都说你没错是吧？可是我觉得你错了，你错在不自量力。你想想，你们3个小女生想推得动那个垃圾桶本来就不容易，外加上那天下雨路又滑，那就更加难上加难了。你们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能力就去做这件事情，
是不是鲁莽？你们想救小动物的心理呢是可以理解的，可是你们也不能不顾自己的安危啊。老师有没有和你说过“马入如虎口”？正业叔叔，我做了好事，也做了错事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做了错事就要勇敢地承担责任喽。丽芬因为这件事情呢受伤了，你要承担的责任呢，就是以后要加倍地对她好，你们要做永远的朋友。啊？可是你看你，自己的手都受伤了，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怎么照顾别人？你要振作起来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饥饿联盟。金子真的没事啊？不用看医生？金子她好多了。真的不肯相信他居然会自残。开朗乐观的人也总有脆弱的一面嘛。真难为言之，为了晴子的事肯定累垮了。啊，对了，今天的专题报道你要一个人上。还好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准备做什么专题报道？我会继续探讨这宗车祸所造成的一些后续问题。你可以做其他的专题报道吗？为什么？这次的车祸对言之、晴子、丽芬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现在我有时间可以平复，你还要继续做这个专题报道，就是不断地提醒他们这件事情，你觉得对吗？不说不提，不代表没有发生过啊。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提醒自己，不要再犯下同样的错误。好了，你不要再找借口了。我觉得你真正的动机是因为这次的报道现在被炒得沸沸扬扬，很多人还不知道内情。所以你想要继续炒热它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，你才坚持要这么做的吧？不是这样的。好了，你不要再骗我了。你明知道继续做这个专题报道会对你身边的朋友造成影响，你还要这么做？难道你一点都不顾及朋友的感受吗？难道慧晴两姐妹的事情还没有给你带来教训吗？所以你还认为我是以前的乐玲，会为了新闻不顾朋友的感受的乐玲？你还是觉得我没有变？对。我不相信你变了。你明知道继续做这个专题报道会对你身边的朋友造成影响，你还要这么做？难道你一点都不顾及朋友的感受吗？难道慧晴两姐妹的事情还没有给你带来教训吗 ？All right, get ready. 5, 4, 3, 2.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放大新闻眼。最近在新研小学附近发生的交通意外，很幸运没有被车子撞倒的小女生，因为自责自己的行为连累了同学曾丽芬，加上曾丽芬父母的责备和网民的谴责，而饱受了压力，居然有了自残的行为。在这里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人故事。在美国加州，有2名小男孩一起去骑脚踏车。其中1名小男孩因为好玩，导致另1名小男孩发生意外，受伤的小男孩因此残废。照常理说，受伤小男孩的父母应该都很生气，把所有错误都归咎在肇祸的小男孩身上，责骂他、怪他。可是受伤小男孩的父亲却做了一件出人意表的事，他非但没有责怪那肇祸的小男孩，反而鼓励他、安慰他。大家都很纳闷，为什么他会这么做？小男孩的父亲这么说：意外已经发生了，伤害已经造成了。如果我们一昧去苛责另一个当事人，谁能担保不会有另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呢？毕竟，小孩的心灵是脆弱的，发生意外灾难后，他们通常很容易就会患上灾难后创伤症。
一名只有11岁的小女生，原本只是出于好心的举动，没想到却带来意想不到的意外。这件事对她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打击。其实她跟受了伤的小女生一样，需要大家的关怀。有些人啊，自以为正义之士，实际上是自以为是。我知道我自己做错了，我会去弥补的，不用你提醒。我怎么知道会不会提前老年痴呆？我当然提醒你了。你应该改行，去开采盐矿。这么喜欢在别人伤口上面撒盐，给你多点盐撒。开盐矿。我为我早上说的话道歉，对不起。同了人家一到后再送止痛药来，你觉得有用吗？那你想要怎么样？我今天煮晚餐，我不管好不好吃，你一定要吃完啊。就这样？不然呢？你还是以为我是以前的那个若琳啊？的确，你是变了，你不是以前那个若琳了。走吧。喂，可心，什么事啊？哈，那么好啊，那太好了。那老师怎么说？哦，OK。晴子没事，你该放心了吧？我之前真的很担心，不过现在可以放心了。你真的要谢正业啊，是他一番话让晴子想通的。你跟正业、若琳之间的事情还没解决。他说他需要一点时间想清楚他喜欢谁，才可以做一个决定。这个正业，那个时候真的下手太轻了，应该多打他几拳的。也不完全是他的错，我们开始太仓促，因为一时心动喜欢对方，才会给彼此一个机会。其实我们根本不了解对方。一段爱情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喜欢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看看你跟我，就是因为你不喜欢我，所以我们才不能成功的。何必考虑这么久呢？不要告诉我，你已经决定放弃了。还有心情打球啊？你这个人啊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干嘛？妒忌啊？当然妒忌啊！我再辛苦赚的钱也没比你多，在情场上再努力，最后还不是输给你。我再和你说一次，我不是你和言之之间的第三者。我也会痛的嘞。你要我说多少次啊？你是不是真的认为我是你和言之之间的第三者？如果你这个第三者可以给言之幸福的话，我是不会介意的。哦，喂，真的会痛的嘞。知道啊，可是你只是身体痛，言之是心痛啊，心痛比身体痛上100倍、1000倍，你知不知道？丽芬的情况很稳定，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医生。不客气。谢谢你医生。晴子，快过来。阿姨，一芬，送你的，谢谢你，一芬。对不起啊，
都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。不关你的事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可是如果没有想搬垃圾桶救小狗的话，你也不会。对了，那个垃圾桶搬走后，应该没有造成意外吧？还有那只小狗没事吧？那就好。丽芬，你真的不怪我吗？我为什么要怪你？我应该谢谢你才对。虽然说我受伤了，可是我很开心，我们救了小狗，还把垃圾桶搬走。没有人因为垃圾桶而受伤。你说的对，帮助了别人后，真的会很开心的。没错，你们两个啊都是好孩子。我们不只是好孩子，还是好朋友。永远的好朋友。言之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有这么夸张吗？不夸张，真实反应啊！当然也是很多观众朋友的反应。你终于回来了！你不知道，你不在的这几天，我们 email 被挤爆了，电话被打爆了，很多人关心你，想念你。这一次他说的都是真的。听听看。言之，回来了，辛苦你了。没有，不过我可能抢走了你一些粉丝啊，我会抢回来的。哎，好，我就喜欢你们这种氛围，相互竞争，相互欣赏，相互鼓励。有了你们两位得力助手，我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你要看你最适合当咸猪手。哎，你要是再不出去采访，小秀让你永远开不了口哦。好啦，马上去。哎，去哪里啊？优衣老公的餐馆。她明珠老公又得奖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是 Eric 和 Alan 要为老人院准备帝王宴，让老人们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。哎，你中秋节有空吗？去采访啊。哦，那你呢？哎呀，其实也没什么啦。中秋节嘛，月圆人团圆。那我自己这么圆满快乐，就想把这一份快乐和大家一起分享，让那些老人家们可以过一个快快乐乐的中秋节。我老公很有善心哦。其实是我老婆鼓励我这么做的。你们两个真的很恩爱哦。那当然喽。我老公很疼我的。哎呀，我老婆啊。哎呀，老婆，你站在外面，谁知道你是我老婆啊？过来。哎，过来。我告诉你，我老婆对我也是没话说，很好。老婆，我老公很帅哦，他很像刘德华。哎，失礼。我每一次上卡拉 OK， 他都说我很像刘德华。爱情果然是盲目的，让人分不清真相。那你怎么会想到请你的好朋友 Alan 来帮你搞这帝王宴呢？因为我们是好兄弟啊，他又是一位名厨，要搞当然得一起搞啊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一个兄弟啊，真的是没话说，他的人很讲义气的，不管我有什么事，一定挺我挺到底。哎，比如说，我跟我老婆结婚这么多年都没有办法有孩子，后来去检查才知道是我的精子有问题，我当时真的很难过。Alan 知道之后，二话不说，马上答应捐精子给我老婆。我跟我老婆啊，才有机会当爸爸妈妈的啊！这种话在电视上面说，怎么好意思？怕什么？这是事实吗？对不对？哎，Alan，你说是不是？对，我 Eric 从小一起就在孤儿院长大，我们的感情就像亲兄弟一样，兄弟有难当然要帮忙啦。好，哎呀，我这个宝贝儿子命真的很好，还没出生就有2个爸爸疼爱了。哎呀。其实我也不错啊，有好兄弟，有好老婆，接下来呢还会有个好儿子。哎呦天哪，人生怎么可以这么幸福呢？老婆，想不到在这个人情越来越疏离的世界里，还有这么真挚的友情，真的是让人觉得人间有希望。最重要的是 Eric 和 Alan 都懂得取之社会、用之社会之道理，想把他们的幸福分给老人们，让他们享受美食。我也很想品尝这顿帝王宴。不好意思，韩干爹，我去接一下电话。爸妈，给你介绍，这是言之，我爸我妈。燕之小姐你好，我喜欢看你报新闻嘞。我也是。谢谢你啊，叫我言之就好了。洛琳，欧阳秋来电话，要你去他办公室一趟。言之可以麻烦你帮我带他们去餐厅吗？
我等下去哪里找你们啊？谢谢你，不用，麻烦你了。干爹，这里。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很对不起若琳。这不是你的错，都怪我不长进，害他母女吃了不少苦。还好若琳本事，靠自己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就。他真的很有本事。女人再怎么本事，也是要找一个很可靠的男人的。还好还遇到了正业，我看得出来若琳很喜欢正业。你觉不觉得他们两个真的很相配？一个人我在聚散，一个人走在路上，泪流下。谢谢你帮我开导晴子。晴子她很聪明的，我随便说说她就明白了。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我想了我对你和对若琳的感觉到底有什么不同。我想通了，我对你的感觉和对若琳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不是一见钟情，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建立起默契。对于爱情，我们也都相信天注定的缘分。所以言之，我真的……我对你没有感觉。我本来以为我很喜欢你，所以才会在澳门接受你。不过那是因为我们在国外很容易意乱情迷，所以我们之间的并不是感觉，而是错觉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在澳门做的一切都是错的？既然是错的，就应该停止嘛。我们分手，不是分手，是停止错觉，回到原点。你不想要知道我的选择吗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，对吗？忙着计算也算不到未来，纯粹去爱是那么难。一路上布满尘埃，风雨过后谁还在？我们都在寂寞里取暖。我要回去了。对现实习惯无奈，却对感情为难。剩多少人能挣脱牵绊？我们都太孤单，不够勇敢，爱的茫然，爱的遗憾，让幸福走散，还庆幸自己很强悍。我们都怕承担，不够勇敢，能不能肆无忌惮？就算是喜欢，也应该有程度上的分别吧。我们两个当中，一定有一个是你比较喜欢的。我们都太孤单，不够勇敢，爱的茫然，爱的遗憾，让幸福走散，还庆幸自己很强悍。我们都怕承担，不够勇敢，能不能肆无忌惮？爱不过一次地狱天堂。爱的遗憾，让幸福走散，还庆幸自己很强悍。